今日开机，杨紫范丞丞199爱首次合作姐弟恋，网友适配度高。女演员杨紫拍摄的大 IP 古装剧《长相思》杀青已过1个多月，合作了很多帅气的男演员，包括张晚意、邓为、谭健次。没想到今日却又低调开机了，合作搭档也是一位帅哥。相信大家都猜到了，正是选秀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出道的第3名范丞丞，也是范冰冰的弟弟。此前就有2人要合作的传言，只不过一直没有官宣，而且制片人还点赞了网传合作的微博，可信度飙升。今日还是杨紫北京飞广州出发去剧组的机场路透，才让这部剧关注度提升起来。可以看到，杨紫今日穿着浅色网格大衣和棒球帽现身机场，搭配黑色裤子，尽显温柔软糯。和粉丝挥手问好的时候，像乖乖小女孩一枚，笑意满满，真的会被暖到呢。看过小说，这剧不错。范丞丞的形象和角色很贴，2人适配度蛮高的。新闻记者、游戏设计师，青梅竹马的久别重逢，有点子期待。爱奇艺播出，同时还是在一线卫视上星，一共36集，今日在广东惠州开机。该剧改编自英16的小说《17岁你喜欢谁》，由导演牛超执导，李阳担任编剧，可以说制作班底十分优秀。其中，导演非常擅长青春题材故事的打造，而这部剧正好也是一部青春群像剧，讲述6人组的青春故事，真的就是一整个期待住了啊！由杨紫和范丞丞主演，由于2人是首次合作，因此新鲜组合也是兴趣值满满。之前看过杨紫和范丞丞在综艺中互怼的情形，到时候片场一定很热闹吧。这是杨紫的又一部现代偶像剧，也是范丞丞的首部偶像剧作品。在剧中的扮演神颜姐弟 CP， 不得不说杨紫是粉丝心中的男神收割机。和范丞丞搭戏，有点看好2人的合作。而且新剧人设很讨喜，2人和角色设定的适配度也特别高，那就期待2人的演绎了，并祝拍摄顺利。02余生若不嫌麻烦，叮嘱播出后，肖战和杨紫还能用心分享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有多少。之前看到肖战杨紫的话题火速追赶的时候，有点懵。真看不懂电视剧《余生不嫌麻烦》的话，叮嘱完结后，2人怎么会交往？自从该剧宣威一开始，肖战和杨紫的粉丝就一直矛盾重重。每次热烈的时候，他们都是一副独善其身的状态，聊个没完没了。2人私底下极为新鲜。例如，假设他们被拍到一起吃饭，粉丝们会说：“不要散布谣言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一起吃饭？也许你只是路过。”另一位模特是余生路透亲吻照，粉丝会说完全是 XX 先送的，故意打广告的，你发的时候天翻地覆不脸红吗？随后，虽然身边很多人都在追余生，满足劝诫，但我时不时会感叹剧中的林知晓和顾薇很甜。但看完这些火爆的任务，我会下意识地觉得他们有一种机密关系非常正常。没想到这次曝光的星光奖前段时间的幕后花絮，打破了大家的猜想。肖战和杨紫并没有坐得很远，互相俯瞰，还说说笑笑。肖战宠溺地摸了摸杨紫的脑袋。粉丝解释说他们是单身，这个视频被篡改过，周围还有其他工作人员。爱丽丝相信。综上所述，活动不算不确定，但刻意说2人关系特别糟糕，所有合作都是计划中的，是不是也说不过去？有的人甚至连连追问狗子队，要求他们协助确认工匠单身。很像媒体上的异性，除了离不开对方，必须是夫妻，没有普通伴侣那样的取舍选择。很明显，题目里还有人发了一大堆他们不同功法的智能照片，这都是小伙伴们平时见面的交易。比如杨紫的裙子过长，整理的不好，肖战看到就会帮忙参考。例如，当一部电视剧正在播出时，当他们看到引人入胜的主题时，他们会互相看看并咧嘴一笑。另一款车型，座位排在一起，摆设一目了然，不好说话，肖战打个招呼会引起骚动。反正粉丝就是不承认，又毁了一轮默默无闻。
这让爱丽丝女士想起，当王鹤棣与白鹿的深情大本营被路透社爆出时，在接二连三的言论中，同样存在着很大的矛盾。明明两人都玩得很开心，手牵着手，在片场完好无损地向后迈出有趣的一步，但对于粉丝来说，彼此都是立即远离的对象。每次点进热搜都是互相分享暗料，好像对方人品不好，楼主人品可以好点。偶尔，它甚至变得如此巨大，以至于统治者需要面对面的扑灭战火。比如当年杨幂和迪丽热巴出演《你是我的大明星》时，两家的工作室都担心粉丝会不断地破坏它。同时，他们发起了联合行动，表达了他们保证保持绿色网络流行评估氛围，并反对一切坏粉丝的决心。品行、呼吁诚实、文明的网络访问以及冷静的追星。尽管如此，事实上，不管师傅是不是单身，官方声明是否已婚，粉丝们还是有一定的控制权的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互相讨论头发。之前一直被训斥的是张杰和谢娜，现在被媒体诟病的是刘诗诗和吴奇隆、唐嫣和罗晋这对甜蜜的情侣。一个正在紧追，另一个应该带上的。这与李诞曾在吐槽会中所说的追星说的无懈可击。我发现粉丝们特别不把自己看成是贱民，一贯的指责他们的神一样的对象。然而，我来这里是为了揭露媒体机构的一个可怕现实。说实话，很少有名人把他们的粉丝当作同伴。通常，超级巨星几乎就像一家人一样亲密，而粉丝们互相滥用。因此，我相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常追星。遇到困难尽量不要争先恐后的训斥别人，经理还没开口就不要给别人盖章社会关系好吗？过于喧闹容易引起注意，但最终也会毁掉路人的名声，不太适合做标志。03. 讨论肖战的资产。肖战依旧孤军奋战，别看他背后有哇哇组织，不过是跟圣 offer 的牵连而已。对于肖战和鹅厂来说，只是一种资产替代关系。大鹅实业干脆可以给肖战股人偶秀资产最可观的补偿，理由是肖战的人偶秀要带现金，他舍不得给不同的资产。反正我单打独斗也能赢如梦秀。我幻想中的海洋和歌唱的太阳与我同在。看来我们了不起，真是靠自己的能力。牛羊成群，野怪独行。肖战持续资产变差的原因何在？我承认有些人会很困惑，觉得他这么有名，资产为什么不和更高级别的人配合？请注意，与肖战合作过的秦子、敏子、白姐都是一流的艺人。我立足于天外有个体，天外有重要，何以不多一等一等好帮凶？肉的前层检查，更高层次的设计应该有更严格的环境，比如期望他做这个，然后到那个时候，到生命的尽头，说他不可怕，他不是那个框架中的第一个播放信息的同时记住，政府认为这不是很多现金。难得肖战有点合作，信息和观点应该刷新。最近在推进一个符号秀，不是崇拜，是爱，整个台词都像是冲突的部分，连激动和坚持出期待的字眼都冒出来了。老实说，除台词继续如初，照片被换成了保证赢家，你不能责怪他，对吗？感叹号。微肥虾还觉得发的跟舞台有关，明显是用跟工匠无关的词来传达重要性。作为一个博小迷，我很充实。不过换个角度来看，比如我很喜欢肖战这个职业，他的快销技术确实有风险。既然提到舞台欢迎节目方，那么节目的真博客就欢迎专家来配合了。舞台是谁？演员是谁？个人宣传就是带钱。你明明表示我只是配合，但我宁愿不配合。你想玩吗？你够了，没关系，够不够你就死定了。尽量不要说政府不会仔细阅读这些事情，他们也不会经常考虑这些事情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舞台上的个人不会意识到，他们可能不会经常想起他，但他们会因为他给他们的钱少了而鄙视他。侮辱个人是没有起飞的。精明如肖战，究竟为何决定前往火海？若逐渐觉得几天前的 P 视频插曲完全让他抓狂。
大概是受到了鹅牙的欢迎吧。内线枪击，鹅牙有一定的责任。除了肖战，没有人受到伤害。我不排除牙牙跟节目和高层合作，给他安排了一场比赛。当然，这只是我自己的估计。等节目演完了，男主就撤了，然后他就去竞选女主，以后他就关机了。这种毫不掩饰的大胆也很有趣。昨天，狗子队爆料了三里屯那些露胸的人，形象虽然糊水，但大体和案发都是这样的。大快朵颐之后的下一个就是了。挤这个，利用我们家的萧伯顶一下，肖战气的撕破脸，理所当然。很像甄嬛说的，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真的有可能毁掉它吗？电视剧的资产和辅助不太一样。假设你是名人，你可以带来商品并不是那么多，破坏戏剧化之间的联系可能很复杂。我不知道这有多麻烦，所以不要怪肖站在后面的节目中协调这协调那等等。免费的午餐是不可能存在的，他的决定不一定合你的心，但对他来说肯定是最合理的。他们是打工仔，也有受制于人不能自拔的时候。肖战能做的就是不负初心。你们俩都放手，只要不触及法律的红线，我就果断维护领悟。记得投票。